男女主一夜情缘，女主惊讶于男主压根不知道自己就是他结婚3年的妻子。原来3年前，女主为了挽救自家的公司和男主结婚了，男主却并未当回事。男主认为女主是给自己下药别有用心的女人，且得知男主想要离婚，尴尬的跑走了。一别两宽，再也不见。女主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，把家族做大做强，却被父亲拖后腿，求女主找男主要2个亿，被女主拒绝。再谈业务的地方和男主再见面，被男主误以为是弟弟林景介绍的礼物，误以为女主是特殊从业者，两人鸡同鸭讲。身材、脸，跟我的设计有什么关系啊？女主和弟弟谈业务时得知男主有个白月光女二，而且女主要接的室内装修正是男主为白月光准备的婚房。女主收到男主寄到的离婚协议，女主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结果协议却被自己的宠物狗撕毁。女主在打高尔夫时被男二骚扰，这时男主也来了。男二想要强迫女主时，女主搬出自己是男主妻子的身份来威慑男二。他是我老公，下面结果刚好遇到男主，女主只好硬着头皮挤进男主的休息室躲避男二。女主躲在男主休息室，目睹男主洗澡，想入非非，留了个字条离开。男主认为女主是欲擒故纵，欲擒故纵，还真是被这女的玩明白了。男二得知女主不是男主的妻子，一怒之下找人绑架女主。女主被下药，逃跑时撞进男主怀里。男二骗男主说女主识自己的女朋友，想把她带走，被男主识破。男主当着男二的面将女主带走，男二只能生气的发泄。男主将女主推进房间，女主药效发作，缠上男主。暧昧氛围中，男主却将女主扔进冷水里冷静冷静。女主再次缠上男主，两人吻在一起。男主离开浴室，在房间办公，秘书汇报时听到女主的声音。线上会议时，女主出来叫老公，被众下属听到。女主说自己口误，男主直接被气笑了。你现在是不打算遮掩自己的心思了是吗？男主看着女主失身造型，质问女主是不打算遮掩自己的心思了。女主反应过来，忙围上浴巾出来和男主道歉，却得知男主将自己认为是出来卖的女人，大怒，愤而将自己的设计稿甩在男主身上，转身走了。男主得知自己误会了女主，原来女主正是自己喜欢的设计师 Penny。 两人拉扯中，女主报复性的为那一夜要给男主钱作为嫖资，并告诉男主自己已婚，一副要跟男主撇清关系的姿态。男主负气离开。女主因男主房子装修的事到男主公司商谈，却遇到男主妈自己的婆婆被羞辱。女主跟男主谈话刚好被秘书听到，女主的坦然再次让男主吃瘪，让男主内伤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床上的表现不行。这个我表现不好吗？女主在了解完装修的事宜后就离开了。女主妹妹被男二威胁，女主为救妹妹赶到天空之廊，被男二强拉到赌场，遇到了男主。男主为女主解围，女主向男主借筹码，男主给了女主10个亿，却说是10万。女主扮猪吃老虎，一直在刺激男二加注，用最小牌赢了男二，获得20亿。女主将20亿全部还给了男主。弟弟林景告诉男主，女主肯定是暗恋他，在弟弟的洗脑下，男主误以为女主爱上了自己。他真的喜欢我？解释说自己已经结婚了，想要让他放弃。男主从律师那里得知女主联系不上，扬言要将离婚协议寄到盛世公司去，刚好被女主听到。女主不想让父亲知道，只好加以劝阻。男主怕她知道自己离婚，继续纠缠，只好说只是吵架了，让人把离婚协议收回来。两人相处情景被婆婆看到，婆婆认定女主不死心，不愿意跟男主离婚，便给女二打电话，邀男主白月光回国。你才是唯一一个能配得上燕城的女人。女主妹妹生病住院，女主被继母父亲误解，失落离开医院。路上下起了大雨，男主开着车刚好经过，让女主上车送女主回去。路上女主睡着了，梦到了以前的事。到地方后发现男主也没有那么坏。女二回国，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，男主来了。女二在男主面前诋毁女主，发消息让女主来找男主，但女主并没有上当，炫耀自己差点成为国画大师张荣的关门弟子，却不知女主正是大师唯一的传人。女主在男主的指定下为合院作画，不小心将墨汁泼到男主身上。我洗的时候很想洗澡。男主对女主的话很满意，得知女主还没吃饭，便邀她一起。在得知爷爷要回来时，女主本想向男主坦白自己就是他的妻子，但却又听到男主和秘书吐槽对盛家的不满而犹豫。男主因为爷爷要回国，而决定和妻子女主假扮恩爱夫妻骗爷爷。女主在合同上签字，离婚之日就是合同终止之时。女主父亲突然住院，认为是女主得罪了傅氏的原因，
把父亲气病。女主告诉他们已经拿到男主给的2个亿，打脸了自己父亲和继母。女主没能接到父爷爷，被男主嫌恶。男主住到和女主和婚房山小别墅，和女主差点碰面。女主因为设计的事和男主沟通，被男主认为是在找借口和自己聊天，费尽心思只想跟我说话，把女主气得不轻。女二来找婆婆哭诉，让婆婆对女主更加厌恶。男主认为女主在欲擒故纵，没有理会离开了。婆婆上门羞辱女主，被父爷爷霸气怒斥，帮女主打脸婆婆，让婆婆退休在家养老。女主送给了爷爷她一直想要的画作，爷爷非常高兴。女主换上盛装准备出席爷爷的宴会，结果被女儿安排的歹徒劫持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让父老爷子昭告天下，成为众所周知的富太太。被男主英雄救美，赶走了歹徒，却不小心中了一刀，差点丧命。被爷爷知道后，一直在安慰女主，还夸男主做得好，但被男主误解了。女主十分感动，留在医院照顾男主，对男主动了心。女二发现男女主你侬我侬，极度发狂。女主来公司找男主，刚好被女二撞见，便撒谎说是在聊房子的设计。女二提议去看看房子，女二以女主人姿态要女主带自己看男主装修的房子。你一个设计师跟业主扯上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会被投诉在工作室啊？骗女主自己怀了男主的孩子。女主大惊，误会男主，痛苦失忆，想要放弃房子的装修设计。男主不理解，强吻女主，女主落泪逃离。刚好被表弟撞见，男主觉得自己喜欢上了女主。女主从山小别墅搬走，女二上门耀武扬威。这时男主回来了，挑拨男女主关系。这时爷爷来了，再次打脸女二。怎么，萧家没有教过你什么是礼仪廉耻吗？并教训男主欺负妻子不是好男人，让男主跪了一夜为女主出气。女主将项目终止协议送到男主办公室，男主不肯签，还让女主赔10倍违约金。女主气得要撕毁合同，两人拉扯中，男主伤口裂开，女主无奈送男主去医院。两人最终解开误会，女主得知男主没有和女二有过关系，男主要求女主照顾自己。女主在等男主喝完汤时不小心睡着了，这时表弟打来电话调侃男女主的关系。女主花钱找人假扮自己老公，在给男主换药时，男主问女主这么晚回去老公不会担心吗？女主便跟假老公打电话，男主发现女主真的结婚了。男主看着女主被接走，找人查假老公的身份。女二设计成为了女主家公司最大的股东，爸爸打来电话索要女主手里的股份，女主反而索要爸爸和继母手里的股份。爸爸为了保住公司同意了，一定要保住我们的盛世啊！女二来到公司耀武扬威，继母以为女主把股份卖了。这时男二来说盛世欠他100亿，让女儿拿钱。女二没办法求到男主这里，但男主拒绝了他。女二让看在他哥的面子上帮他，男主同意了，没想到被女主误会。果然小雏形才是他的白月光。生气的想走，但又回来帮他处理伤口。男主去谈项目时碰见了女主的假老公，女主刚好碰见表弟，被他帮忙去见个人，没想到是姑姑。幸好姑姑不认识他，还很喜欢他，但没想到姑姑转眼就告诉了男主，被男主误会。表弟带着女朋友刚好撞见女主和姑姑，姑姑生气地质问表弟，却得知女主还和男主纠缠不清，不听女主解释，向爷爷索要男主妻子额的电话。爷爷以为是男主的问题，气得马上要见他。爷爷质问他是不是出轨了，男主却沉默不言，气得爷爷直打他。不能让爷爷知道陪你啊，绝对不能让他因为我受牵连。女主来找男主询问事情经过，发现男主受了伤，哭着帮男主处理伤口。知道了和男主有过关系的只有自己。女主留下照顾男主。晚上下着大雨，男主看着女主被假老公接走，项目合作方突然通知不合作了。女主生气地找到对方，被告知是男二所为。男二想让女主跟他，女主告诉他跟男主是夫妻关系，但男二不信。女主打电话给爷爷，想要震慑男二，却刚好被男主看见。没想到男二更喜欢他，在电梯里碰见男主，没想到电梯刚好故障。出来后，男二十分担心，表弟却在调侃男主。在表弟说到女主时，生气地走了。秘书告诉男主，女主的施工方被抢的事，男主给介绍了2家施工方，却不让女主知道。男二也取消了施工方的合作，说是为了女主，让女主补偿他。没想到男主也在玩游戏时输了，要求大冒险，被男主拉着吻了下去。聚会结束后，女主在停车场被人绑架了，男主及时赶到救下了她，但女主被下药了。男主让她打电话给假老公，但女主迷迷糊糊没有打。男主没办法把她带到医院，男主被爷爷叫走，保姆也打来电话说爷爷要见他。女主没办法，只好躲起来。爷爷让男主去看她，却在他进去后把门锁了起来。
晚上爷爷走后，男主也出去了。女主出来找吃的，却被男主撞见，装作女佣把男主糊弄了过去。第二天来和男主谈装修的事，晚上回家刚好碰见男主，只好说来请他吃饭。男主同意了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傅彦辰不是从来都不吃夜宵的吗？刚好碰见贾老公也来吃饭，以为他出轨了，不知该怎么和女主说起。晚上来电话说工地出问题了，没想到来跟他谈赔偿的是贾老公，这刚好被男主看见。男主劝他离婚，但女主拒绝了。之前的合作方来到家里赔罪，想要继续合作，父亲也要他和解，但女主拒绝了。父亲生气的要他，女主把合作方绑架他的事说了出来，并报警把他抓走了。女主走后，父亲生气，继母知道却不告诉他，直接气病了。女主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候，刚好被女儿看见，到处诋毁女主。既然老爷子对这个女人那么满意，我就让这个女人在圈子里身败名裂。但女主并不在意。女主去聚会的时候，刚好碰见女儿和男二，被男二一把拉下水，告诉了他女儿做过的事，发现男主也在。女儿二给女主的酒里下了药，刚好撞见男主。在一起的时候被表弟撞见，第二天想醒来，女主把发生的事都给忘了。出门看见大家围在一起桌间，围过去后发现议论的好像是自己。站出来后看着女儿难看的脸色，发现被围着的女人是女儿的表妹，必须跟他撇清关系，否则连我也会沾一身腥。女主要女儿道歉，这时男主来了，也让女儿道歉。女主听后无所谓的走了。吃饭时又碰见了男主和女二，问起女主昨晚的事，但女主不记得。男主十分生气。女主在车上再次被人绑架，逃出去后在医院又碰见了女二和她表妹。女二想打她，却反被女主打伤。男主来看望她，得知女主住院的消息，让女主道歉，但女主拒绝了。秘书告诉男主女二决定报警，会影响到女主。女主没办法，只能道歉。女主遛狗时刚好碰见男主，男主觉得狗狗很喜欢自己，是因为主人的教导。秘书报告说女主家的公司被人下了全套，如果签下合同给会破产。男主嘴硬说跟自己没关系。男主查到是女二和表妹找人绑架女主，打算找出证据后再教训她。男主承认了自己喜欢女主。之前我跟你说他喜欢你，你不屑一顾，现在他不对你示好了，你反而上头。和最后被表弟送回家，刚好撞见女主的狗，打电话给女主说给她送回去，但女主怕被发现，只能借口说怕老公误会自己来接。男主生气的挂了电话，最后也没把狗送回去，而是养了起来。第二天女主来要狗，男主生气说自己不知傲，让她老公去给她找，转身走了。女主来到医院看望父亲，父亲十分感动，把股份都转给了她。在路边遇见了贾老公，这一幕也被男主看见。女主接管公司后发现是个烂摊子，男二说可以帮她解决，但要陪自己吃饭，没想到贾老公和男主都在。男主以为她和贾老公在甜蜜的聊天。男二帮女主掩饰身份，希望男主能帮忙，但男主拒绝了。饭后把女主叫过去，说只要陪自己一次就帮她解决麻烦。准备吻上去时被贾老公打断。女主问他喜欢自己吗，但男主否认了，玩玩而已。车上表弟再次调侃他。第二天女主来找他，同意了。事后男主知道了贾老公被绑架的消息，再次误会了，但还是帮女主解决了麻烦，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。爷爷询问他和女主的进展，并让他跟女儿断掉。男主同意了，想要离开，但爷爷不允许，只好找了个借口。到了发现女主并不在，打电话询问，女主在医院里。赶到地方后，女主纠结着想走，被男主一把拉了进去。女主得知了麻烦解决的消息，十分高兴。谈合作的时候刚好碰见男主，男主生气的质问她，但被女主很快的安抚好。你们说我小三也就罢了，但不要这么说她。她除了她老公以外，就我一个。装修好房子后，男主在新房里和女主求婚了，但女主拒绝了。我会离婚的，你不想离婚也没关系，我喜欢你，想找我。男主离婚后得知自己喜欢女主，就是刚刚和自己离婚的前妻。我就是你的前妻，真是。陪你，